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欢迎收看 AT 课程系列。这一期呢，我们来讲解像素核心它的这个一些简单的使用啊。像素核心呢，是我们 Mirai 团队最近出的一款插件，它的基本的运作机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让这个用户呢，在这个 Script Editor 脚本编辑窗口输入一些我们指定的脚本语言之后呢，插件呢就会按照用户定义的脚本去渲染我们的像素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幅画，我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做。我想让它这个整个画布呢都变成红色的，那我只要把它这样就可以了。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个个参数看，首先这个 RO， 这个 RO 呢是代表这个红色的输出 ，Red Output 就是红色输出的意思。大家可以这么想，就是这个插件前面的这个图像进入到插件里面，然后再从插件里出来。那么这个 RO 呢，就代表出来的这个图片上的对应的像素 ，RI 呢就是输入的像素。比如说，我们想渲染这个位置的一个像素的时候呢，这个像素它是橙色的，它这个橙色的像素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Pixel Core， 就会在我们这个 RI、GI 这里面，还有 BI 这里面分别表示这个橙色。我们这里让它做的这个任务很简单，就是让这个3个颜色分别的直接的给我们的输出，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插件呢对这个图像没有做任何的改动啊。如果我们现在想让这个红色变亮一些呢，我们可以让这个红色的输入乘以2作为输出，这样的话呢，整个画面红色通道就会变亮一些。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是没有进行改变的，这是把它乘以2的样子。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绿色的这个通道想把它改亮一些啊，当我把这个2减掉之后呢，它是什么都没有做。当我把这个2给这个 GI 的时候呢，就是 Green Input， 就是绿色的输入。把它乘以2的时候呢，啊，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图片变绿了。我把它给这个蓝色的输入的时候呢，这个图片就会显然的变蓝。哎，它没有变蓝哦。这里输错了，我们应该把它输入到这个 BI 的后面，该这样，这样的话它就稍微变蓝了，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像素核心它的基本的运转机理，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学啊。我们的这个像素核心，它的右边呢是有这样的一个 preset 预设的这样的一个面板的，大家只要找这个 effects。然后找这个 flares， 然后把它 replace 到左边之后呢，把它替换到左边之后呢，点 OK， 你就会得到一个炫彩的光效。那我来简单的这个浏览一下啊。当然我们这个图层的话，它只有3帧，我把它这个插件放到下面，放到这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甚至呢，它还能根据我们的这个用户参数去更改自己的样子。比如说这里呢，就会有这个参数群，我们把它这个第一个滑杆往下拉，大家会发现这个画布就发生改变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像素核心呢，它会读取我们的下面的这些参数，并且呢，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脚本语言进行一些关联。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这个星星探上。啊，对了，这个角色呢是叫星星探，是我自己创建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再点这个编辑，比如说呢，我想让这个红色刚刚是乘以2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画布呢整体就变亮了，红色就变亮了。但是我不想让它乘以一个定值，我想让它乘以一个我随时可以改变的值呢，就把它乘以这个 slider 0。这个 slider 0呢，它就对应着我们的这个 parameters， 就是参数群下面的这个 slider 0，它的数值。当我们改动它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哎，这个画面它就慢慢的变亮了。我把它再拉回去的时候，它又变回去了。也就是说，我们让这个红色的通道跟我们的 slider 0进行了一个挂钩，进行了一个关联。那么我还想让它跟我们的这个 slider 1，让我们 slider 1控制这个绿色的这个亮度，把它拉大。啊，会发现如果你拉得太大的话呢，这个画面就曝光了。曝光就太厉害了。如果我们想给这个蓝色，同理给它一个 slider 2，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slider 2去控制它的蓝色通道啊。甚至呢，你可以在这里呢进行一些复杂的这个逻辑运算，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红色通道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 checkbox 来控制。比如说我想把这个 checkbox 打上勾的时候呢，它才显示红色通道，把这个勾去掉的时候，红色通道就没了。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 slider 0给删掉，然后再 checkbox 0，直接让它乘以我们 checkbox 的数值就可以了。当我们 checkbox 0它没有勾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偏蓝的一个色调。当我把这个勾打上之后呢，它的红色就回来了。大家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啊，我们这个除了这个 sliders、checkbox， 还有什么 angles 角度，大家可以直接控制。这个角度呢会返回一个0到100啊，0到360度的这样的一个值。还有这个 points 的调用方法呢，它其实是这样的。points 因为它有2个纬度，其实调用起来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就是 point。如果你想调用 point 0的第一个纬度的话呢，就是 point 0的第一个纬度是 x， 所以就是 point 0x 这样。OK， 大家会发现它非常红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数值呢是128，它太高了，咱们把它改成 0.5 啊，这样它就变回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point 的第一个纬度来控制画面的红色通道。那么我如何调用第二个通道呢？也是同理，这里把这个 point 0x 给改成 point 0y 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可以用这个 y 第二个纬度来更改它的绿色通道。比如说把它改成1，那么红色通道跟绿色通道就是原来的颜色。当我把这个蓝色通道也给改成1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画的色调就回来了。当然，如果是 3D 点的话呢，就是 point 3D，point 3dx。这样的话呢 ，point 3D， 不好意思啊 ，point 3D 之后呢，我们需要加入一个序号 ，point 3D， 因为这里有10个3D 控制器，我们需要指明是第几个。我们想要第一个的话呢，就需要打入0，这样它就能调用我们的第0号的3D 控制器。我把它改成0，会发现它又变成蓝色的，然后把它改成1，它又变回来了，把它改成 0.5。它就变暗了，它红色通道变暗，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它来调整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色调。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checkbox 我们已经讲了，我们直接看 colors 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的控制我们的画面的颜色。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第一个 color 的红色来控制我们的这个红色通道它的这个放缩比率抬上来，然后再把这个红色拉满，会发现我们的画面也是红色就回来了。当然我们可以让这个第一个颜色控制器继续的控制我们的 GI， 继续控制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输入，让第0个控制器的 G 通道控制我们的这个 GI。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把这个颜色改成绿色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绿色就会出来，然后红色就会降下去。当把它改成白色的时候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红色跟绿色的通道都是满的，也就是说它的颜色又回来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蓝色通道，也是同理，把它改成这个 color 0b OK。 我们看一下蓝色如何，把它改成蓝色，会发现画面只有蓝色，就像加了一层滤镜一样。把它换成别的颜色呢，也是可以同理的方便进行一个颜色的切换。如果我们不想让它颜色变得这么纯的话呢，可以往上拉一些，或者往下拉一些，都是可以的。最后呢，我想介绍一下这个 layers 的话呢，它可以，我们的像素核心其实可以跟别的图层一起进行合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图层的下面呢，建一个新的合成，我们就用这个合成吧。在这个合成里面呢，加入一个噪波，然后呢，我们想在这样的图层呢，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图层呢，把这个噪波给叠加到我们的图片上。这样的话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在图层这里呢，点这个 load layer， 就是加载第0号图层，然后在 layer 0这里呢，选择最后一层，也就是我们刚刚加入 turbulent noise 这一层。然后呢，我们选这个经过处理后的图层，因为我们这里是安装特效的。
你如果不选这个的话呢，你只会得到一张黑色的画布，而不会得到这个它经过 Turbulent Noise 处理后的图形。所以说这个呢，我推荐大家如果想要处理后的图像的话呢，一般都要选上。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画面中，我们就回到编辑器里，然后想调用图层的这个颜色的话呢，比如说是0号图层的 R， 那么就是 Layer 0R， 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小人的这个图层上。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就大概出来这种感觉了。我们把这个对比度拉高一些看一下，虽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大家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头发这里就起了一些雾气的感觉。我们把它写的明显一些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写成减啊，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变暗的处理。我们再来改变一下这个 Turbulent Noise 来看一下啊，把它的这个对比度拉高一些。大家会看到这个 Turbulent Noise 就出来了啊，当然这个颜色不是特别好看，我把它改回加。然后呢，我们同理把这个 G 跟 B 给引入到我们的这个编辑器中。OK， 会发现这个 Turbulent Noise 呢就成功的叠加到了我们的这个图层上。我们改变一下这个它的对比度，现在来看它有些局部太亮了，我把它拉亮一些。会发现我们的这个 Turbulent Noise 就成功的叠加到了我们的这个图片上。其实呢，根据这样的一个特性呢，你可以用这个 Pixels Core 完成几乎这里的所有的颜色叠加模式，而且它最多可以支持10个层之间的叠加，也就是说它的能力是凌驾于这个图层混合模式之上的。并且呢，你还可以定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运算模式，因为你的颜色叠加肯定不仅局限于这几个叠加模式。比如说加减乘除，除了加减乘除的话，还有什么求余，还有什么平方运算之类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参数群的使用。除了参数群外呢，其实像素核心，我先把它 reset 一下。其实像素核心呢，还具备一些其他的一些实用的小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给它输出一张带网格的图片，怎么办呢？直接让 RI 加上这个 U， 然后让 GI 加上 V， 我们来看一下会出现什么图像。会发现下面这里好像是变亮了。其实我们的这个 U 跟 V 呢，代表着我们的这个图片的相对位置，一个像素所在的相对位置。我们来把这个 RI 跟 GI 都给去掉，来只看 UV， 并且把这个蓝色通道设为0，先不看蓝色通道。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张图片。其中大家观察右上角的这个信息面板，当我这个鼠标越往右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这个红色越来越高，并且这个鼠标在这个图片边缘的时候，它正好变成255了，并且在最左边的时候呢，它变成0了。也就是说，这个 UV 呢，它控制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像素的相对位置。如果这个像素它发现自己越靠右边，它自己就应该越红，也就是我们这里定义的。如果一个像素的 U 越大，它的红色通道越亮，这样的意思。U 的范围呢，在我们的像素核心中是0到1的。那这个其实所有的这个颜色通道都是从0到1的，所以说呢，当一个像素越靠近右边的边缘的时候呢，这个像素的 U 的值呢就会越靠近1。反之呢，如果越靠左边的话呢，这个像素的 U 的值就会越趋近于0。V 也是同理 ，V 的话呢就是数值的方向。也就是说，这个像素如果越靠下的话，大家会发现右上角越靠下的话呢，它的 G 的值呢就会越大。当这个像素在最边缘的时候呢，它的 G 的值正好变成255了。如果在最顶端的话呢，这个 G 的值正好变成0了，因为它是在最上面的。
因此呢，它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图案。当然，这个 UV 呢，如果你只输出这么一张图片的话呢，不是很方便观察。我们通常呢会对它乘以一个10，乘以一个10之后呢，会发现刚刚的那个图案就会缩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落上了啊，因为这里的这个 U 跟 V 呢都超出1的这个范围了，它会非常的亮。而我们的这个颜色通道呢，如果超出1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个颜色卡在最亮的这个区域上了。所以说呢，我们会通常对它求一个余，加一个1%。这个1%的意思呢，是把前面的数除以1，然后求它的余数。比如说 2.5 跟1求余数的话呢，就是 0.5， 因为它除以1商2余 0.5，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下面呢，我们也把它对1求余数啊，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网格图案。我们下面呢，对这个网格图案进行一些研究。我们再把这个 GI 通道给打开啊 ，BI 通道给打开啊，这样呢，我们的背后的小人就回来了。首先，我想介绍的是这个 Load All Pixels， 它是载入所有的像素。当我们的这个图层有 mask 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现在用钢笔工具给它创建一个遮罩层，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图形啊，它就变成这样的。那是因为我把这个阿尔法通道，阿尔法通道是控制透明度的，把输入的阿尔法通道当做输出使用了。当我们把这个阿尔法通道永远保持1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整个图形就不受 mask 的限制，就整体的显示出来了。通常呢，我们有时候不想要外面的这圈像素，就是我们只需要渲染里面的这个 mask 的像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load all pixels 给关掉。这样的话呢，它只会渲染你这个 mask 圈出来的最大范围。比如说我改动它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pixel score 也会自动的跟进，自动的识别你的这个 mask 的最大范围。啊，不管你的 mask 有多复杂。另一个参数呢是 dynamic UV。dynamic UV 呢就是动态 UV 的意思。有时候我们想让这个 UV 图案不想沿着我们的最大的范围生成，而是想沿着我们的这个最小范围进行生成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 U 跟 V 这两个位置呢前面打上 D， 并且同时我们在这个 dynamic UV 上打上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UV 就会跟着我们的这个范围框进行生成。比如说我们在改这个 mask 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这个 UV 图案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最大范围框的改变而改变。我现在呢想介绍的呢是这个 HSL inputs。HSL 呢就是代表色相、对比度还有亮度这3个颜色通道。如果你想用 HSL 这个通道进行计算的话呢，最方便的方法是来到预设中找到 skeletons， 这是所有的骨架模板的意思。找到这个 HSL input template， 就是 HSL 输出模板，把它 replace 到左边，然后把注释删掉就可以了。点 OK。搞完之后呢，发现这个画面突然变黑了，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是因为我们的输出通道呢还是以 RGB 为基准进行参考的。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HSL， 这样我们的图片才能回来。我们这里干的呢是把这个 H 的输入给输出， S 的输入给输出，然后 L 的输入给输出，也就是说整体还是整个画面都没有变。我们先不看这个图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HSL 它的大体的感觉啊。如果我们在这个 H 这里给它一个 U， 然后 S 这里给它一个 V，L 这里给它一个1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当然它就变成全白的了，因为我们的这个亮度太高了，我们把它改成 0.5。 这样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类似这个 Windows 上取色器的一个图片啊，这就是我们 HSL 这个色彩通道的特征。如果你给 HSL 输入信息的时候呢，它会按照这个色相，然后对比度还有这个亮度信息来对你的图像进行计算啊。当然呢，你可以把这个 V 给让 S 保持1，让这个 L 是 V， 这样的话它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图形。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输入红色输入当做 H 呢啊，想必会得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图案。我们来看一下，它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图案，非常奇怪
如果把这个 GI 给 S， 然后 RGBI 给 L 的话呢，它的这个颜色会非常的诡异因为我们把这个 RGB 给 HSL 了，它中间的这个运算呢，其实非常奇怪。但是通过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像素核心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你可以自由的去操纵每一颗像素的每一个颜色通道，自由的去指定它们的这个渲染方针，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号希望大家能巧妙利用这一点同理呢，还有我们这个 CMYK 输入，我们把 CMYK 输入打开，并且把这个 CMYK 的这个模板导入，把它们都删掉，也会发现它什么都没做。然后我们把这个 CO 让这个 CO 源保持1，其他通道都保持0，它应该会输出一个青蓝色的一个图形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 CO 这个 sign 它的这个青色的这个通道呢就是1了。如果我们把这个 magenta 的这个通道改成1的话呢，它变成紫色的了。如果我们把这个 Y 改成1，也是同理当然我们也可以巧妙的利用一下前面说的这个 slider， 让我们的 slider 去控制它的这个黄色通道呢，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呢，你也可以自己随意的玩一玩这些通道比如说我虽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随便打一些这个函数在里面，比如说这个给它一个 sin 函数，这样的话呢，我们拉取这个 slider 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个蓝色白色之间闪烁。比如说呢，我们再给它一个 U， 让它加上 U，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就有一个渐变了，不太明显。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 U 乘以5，然后再对1求余数，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图形。然后我们拉动这个 slider 会发现，它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其实你完全不用管你自己输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你只要随便的把一些数学公式组合到一块儿，然后最后点一下 OK 出来，随便搞一搞，看一下效果就可以了。这也是像素核心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之后呢会陆续的推出更多关于像素核心的使用，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与鼓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